好，我的心肝儿！现在的电视台为了收视率，可真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竟然让一个98斤的小姑娘挑战一个580斤的人形肉山，这样的比赛连保险公司都闻风丧胆。因为光是被这个大块头压死过的男选手就多达数十人，更别说一个如此瘦弱的小姑娘。但赛事方还算是有点良心，为了照顾这个小姑娘，把比赛的奖金直接翻倍，从3000万翻成了6000万。但前提必须要打赢。我们看这场比赛的擂台挑战者便是眼前这个漂亮的小姑娘，98斤的艾米丽。好，比赛还没开始，光是看到这个身形差距，我这个心就已经提到嗓子眼儿，开始为这个小姑娘艾米丽感到担心了。两个人都是来自于俄罗斯都是战斗民族。果然，观众朋友们，叫这个战斗民族是有原因的，甭管块头大小，反正你给我钱，我就敢打。要小心，有点危险。哇，要知道这个格里莎这个大块头她的体型是580多斤，小姑娘危险了。这个格里莎甚至不需要用任何战术光是靠她浑身的肥肉和体型就可以轻松赢得比赛胜利。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有没有感到一股窒息感？哇，580多斤压在身上，简直是太窒息了。别看小姑娘艾米丽非常瘦弱，但打得非常勇敢，连拳带腿，非常主动。但目前看来的话，又危险了！哇，又一次被压到笼边，我真怕这个大块头直接把这个小姑娘按到地板上。因为这个比赛规则应该是综合格斗规则，按到地板上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打这样的大块头这么肥，我觉得打他的下盘，踢他的腿绝对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看他的小腿非常细，甚至还不如他的胳膊粗。格里莎也变聪明了，边打边走。没错，打2拳就走千万不要和对方去硬碰硬。我们的优势就在于灵活。小心小心！哇，又一次！比赛第一回合最后的3秒钟，一定要坚持住。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哇，真的是看得我们提心吊胆。6000万奖金虽然说很诱人，但是想拿到真的是太难了。赛事方之所以把这个奖金提得这么高，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艾米丽这个姑娘能战胜对方的概率几乎是0，所以说提高奖金增加收视率。当然，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因为这场比赛的收视率据说冲到了世界第1，而且还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好，现在是第2回合了。这个应该是台下的观众看不下去了，看艾米丽这个小姑娘太难，被欺负，忍不住了。都是女同志，上台帮一下，我觉得也没什么的而且如此大的身形差距，不要说2打1了我觉得3打1也是合理的。好，比赛继续。女打男而且还相差这么多斤，亏这个赛事方想得出来，真是为了收视率丧心病狂了。Через жировую прослойку нашего Гриши Полнотеве не проступает, ей надо подняться высоко, но он... 艾米丽小姑娘可以打对方很多拳，但对方只要打到她1拳就有点吃不消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过一些选手以小博大成功的案例。但最经典的一个例子，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看过在我的视频主页也有，就是游走战术，用消耗战消磨对方的体能。但艾米丽这个小姑娘毕竟是俄罗斯的血统，她吃亏就吃亏在这儿了，她不愿意跑就喜欢正面去打。这种像小辣椒般火辣的性格这场比赛也让他吃了不少的亏。
好，现在比赛来到双方的最后一个回合，看一下小辣椒这位小姑娘艾米丽能不能够拿走这6000万的奖金。又是横冲直撞。这场比赛都有现场裁判的及时阻拦，要不然这个小姑娘艾米丽啊真的是危险了。我们看对方的肥肉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过年杀的肥猪有没有这么肥呀？太恐怖了，全是脂肪。这个大胖子格里莎呢，他并不是不减肥啊，他真是越减越肥。因为他说了，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所以说每一次在减肥之前啊，早已经吃的撑的不行了，反倒是啊越减越胖。而且他是能躺着绝不坐着啊，能坐着绝不站着，能站着绝对不走，就是这么懒。我们看艾米丽的脸上已经是明显有浮肿了。无论进攻有没有效果，无论进攻多少次被打退，他依旧是不断向前，非常有勇气。这场比赛不得不讲，我已经很佩服他了。Кому вы даете победу? Говорите заранее, пока осталось 30-40 секунд, говорите, кто победил. Наступает Степакова, но Гриша отвечает.好，比赛结束，比赛终于结束。但是按照分数来讲，我觉得这个艾米丽这个姑娘还真不一定输啊。哦，比赛结果没办法，已经差距这么多，而且赛事方呢，即便这个小姑娘的分数比较高，也不可能让她赢，因为这个奖金太多了。这只是一个噱头，相信聪明的观众都能看明白咋回事啊！这奖金呢，只是给人看的，并不是真的打算给人啊。能跑门儿都没有。这绝对是张伟丽下手最狠的一次，双腿锁住对手的脑袋，无论对手怎样求饶，怎样的嚎叫，都无情地砸下肘击，直到对手变成一个血葫芦。最后一招手臂十字固拿下比赛。一向以和为善的张伟丽下手之所以如此凶残，是因为对手在死之前曾将张伟丽的师妹打裂头骨，当场重度毁容，而且流血不止。赛后还当众扬言，下一个目标就是张伟丽。因此张伟丽本场比赛无非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报仇罢了。但正所谓冤冤相报，永远没有尽头。被张伟丽打成血葫芦的巴西女拳王，她的师妹又找上了门来。下一周我将要去中国，希望你能够提前准备好轮椅，因为我会亲手打断你的双腿，让你血债血偿。好，这场比赛是一场中国女子草量级别中国女拳王张伟丽大战巴西女选手比安卡·塞迪奥梅伊尔的精彩对局。好，我们注意看，率先出场的并不是任何选手，而是一辆非常具有牌面的大卡车。原本这台卡车是我们中国的赛事方啊出了重金，特意给张伟丽安排的出场，让张伟丽的出场呢更有牌面，更有气场。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巴西选手比安卡一看张伟丽有他没有，他就不乐意了。无论如何都要求自己呀也有一辆大卡车作为出场的方式。但是我们赛事方啊就给张伟丽准备了一辆根本没有为他准备任何的出场工具。结果最后还是我们宽宏大度的张伟丽开口化解了这个难题啊，他表示别费事了，干脆上我的车，我们一起出场啊！这就是张伟丽的胸怀。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呢能够搭载对方一起出场，而对方赛前却扬言要把张伟丽打到退役，这就是格局。比安卡·塞迪奥梅伊尔是一位来自于巴西的综合格斗年轻选手，年仅21岁，生涯战绩8战7胜，5场 KO， 1场降服。这一场比赛他不远万里的跑来中国，前来找张伟丽复仇。因为上一场比赛张伟丽将他的师姐阿吉拉尔打成了重伤，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打成了血葫芦，当场流血2斤多呀。但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所以说呢，如果一直报仇，报来报去根本报不完。所以说张伟丽表示，我们的恩怨就此为止。本场比赛呢，我也不会打伤你，我只希望我打赢你之后，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但这场比赛，张伟丽是抱着点到为止的想法来的，但对方可不是啊，他可是抱着打废张伟丽的想法来的。好，比赛开始，蓝方选手比安卡，红方选手张伟丽。比安卡下线抱摔，张伟丽看一下能不能防住。哦，有机会站立断头台的把位，张伟丽再加把劲儿。比赛刚开始，所以说双方的体能呢都很充沛，想要轻易的做一些断头的姿势啊，还是有难度。好，连续低扫。哦，小心！刚刚这个后手吃的很重。比安卡再一次下线抱摔，时机抓得很准。对手来自于巴西，所以说他的柔术和地面实力肯定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张伟丽的地面实力我们也是有目共睹，别的先不说，光是力量这一块我们绝对不输任何人。正所谓大力出奇迹，一力降十会。看一下张伟丽如何化解。好，张伟丽圈臂砸手，这个角度很眼熟了，这是张伟丽最喜欢的下位反击的一个方式。很多选手在下位的时候啊，他只会挨揍或者说防守，而张伟丽不一样，他在下位的时候也会找机会反击。哦，好险，对方的拳头都抡圆了，多亏对方的胳膊不够长。现在对方把张伟丽挤压到笼边，这个角度很难受。好，这下张伟丽甩翻了对手，重新拿回到了上位。现在这个角度，我只能说危险的是对手了。驴打挺，不好意思，没有用。张伟丽就是五指山，而对方就是孙悟空。张伟丽暂时还不着急，还没有去哦。对方有个灯笼网的动作，化解方式非常特别，但是脚趾头也插到了笼网里边，但裁判没有管。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脚趾头和手指头啊是不可以插到笼子里面的啊，但是偶尔的小犯规，裁判是不会管的那么严。哦，这一下齐正卫拿得出其不意，非常的轻松。现在张伟丽上位疯狂的打拳，但是比安卡还在下位不断的挣扎，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现在张伟丽主动将比安卡放倒，拿到对方的后背，应该是要尝试做一些锁技哦。十字固，我们看比安卡还在挣扎，张伟丽不断的锤击。哦，这个有了，对手拍手投降。哦，真是点到为止，没让对方流一滴血，而且对方拍手的瞬间啊，张伟丽立马松手，完全不会犹豫，也不会去打伤对手。想必双方的恩怨啊，应该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张伟丽本场比赛相当的仁义，虽说对方是来主动踢馆，但张伟丽还是手下留情了。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张伟丽拿下比赛。再看一遍精彩回放。笑连连。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日本人看了难受，我们中国人看了享受的中日大战。本场比赛并不是一场普通的中日对决，是一场我们中国传统武复仇了。就在5年前，他曾经在韩国首尔的一场比赛当中啊，他主场作战，原本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信心满满的能够取得胜利，结果没有想到被来自中国的死神方面乱拳暴打，而且比赛最后干脆就当场休克，再也起不来了。然而没有想到这一次时隔多年，虽然说死神方面没来，而死神方面的大弟子张扬来到了韩国首尔，拳不喝酒啊，喝酒不打拳呢。好，下面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张扬回国之后啊，所以说呢，只是听起来比较唬人，但实际上他的职业比赛可能并没有那么多。哎，打晃了，
再来一个接腿后的迎击拳。好，但这一下并没有算读秒，算对方重心失衡。我觉得裁判有失公平啊。好，是的。我来继续介绍这个，因为在伦皮尼拳场里面，它每个级别只有一个冠军。但是伦皮尼它作为一个拳场，每周都会有比赛。比赛我们中国选手便是来自于新疆的天山巨炮阿斯哈提。好，双方比赛开始。开始的时候就先发制人，用自己的灵活的步伐来压制对手。从看短暂的双方的缠抱的过程来看，我们看到老将扎卡利亚的袭击极具危险。扎卡利亚的远程控制打击，对方的身形条件啊，的确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你给这么一个脑子不太好使的人这么好的身体条件，我觉得就像是你给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啊一台法拉利一样，他根本不会开啊，也开不明白。钻石飞人，钻石飞膝，非常重的直接的后手拳的身体打击。我们看到阿萨提的组合拳打击，其实是给扎克利亚造成了特别大的困扰。重拳打到了，这是要数秒了。我们承认这个大老黑啊，曾经他是个王者，但如今呢已经45岁了，来中国踢馆还这么嚣张啊，这就是他的下场。现在只是个开始，只是一个读秒，而接下来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扎卡利亚也是刚刚的加盟昆仑决的比赛，可能对于昆仑决大赛的规则还有一些的适应，特别是在双方缠抱过程当中，又是一个非常重的重击，险些打到阿萨提。比赛继续进行，我们看到阿萨提在抓紧机会，继续打，这是打出了场外。铃声敲响，比赛结束啊！阿萨提一拳将这个曾经的拳坛王者泰森的队友一拳打飞出了擂台。和其他的黑人选手相比，这个黑人选手他长得真的是黑的不能再黑了，而且真的非常像一头大猩猩。我们看一个钛合金的平底锅在他的手里边就像一块面饼一样轻松就可以掰弯，很难想象他的臂力有多么的恐怖。第一次来中国打比赛的时候，他就拿起了麦克风放肆嘲笑我们中国选手啊太瘦小。在发布会现场更是一言不合就想冲上来殴打我们中国小伙子。到目前为止啊，这帮黑人选手我算看出来了，没有一个是老实人啊，都很嚣张，都很猖獗。好，今天的亚洲好戏，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拳迷粉丝们看过，可能不下五遍了啊。它便是死神方面大战西蒙马库斯的经典之战。这个马库斯在死神方面和他打之前呢，在我们中国擂台啊是9战9胜啊，曾9次完爆我们中国选手，而且几乎每一场比赛都将我们中国选手打成重伤。不仅多次在媒体面前嘲讽我们中国选手不堪一击，而且不止一次在发布会现场动手打人。而这一次不败王者死神方便的出现，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残忍。这个脂肪啊，或者是说这个体型上来看，他应该是从更高级别的项上来。没错，这绝对力量上应该方便不占优势。对。马库斯这个搂住以后的这个膝啊，从我这个角度都能看到方便非常水的打。方便有一个重击啊，但是双方两个人都会有重击啊。我觉得方便这场比赛是拼了，为了自己的荣誉而其实看得出来，方便也非常的轻松啊，还是方便击倒了马库斯。这是本场比赛死神方面第一次击倒马库斯，但是观众朋友们啊，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马库斯的处境会越来越惨。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在第一回合，双方进行了一个电光火石的这种近距离交火，而且方便在第一回合击倒了一次马库斯。哇，这个比赛的这个走向已经完全超乎人的意料啊，超乎这个想象，随时1秒钟。这是什么情况？第二次击倒马库斯。没错，这是本场比赛第2次击倒马库斯啊！刚刚马库斯在跪地的时候还露出了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我只能说啊，他完全是在掩饰尴尬。这一拳
又打晃了，死神方便上来补拳。哇，第三次击倒马库斯。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还要再打，还要再打，这一回合还有再最后一次的 KO 机会。马库斯之间的对决啊，压力啊都很大。好，让我们恭喜死神方便，同时我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您觉得哪一场更为精彩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给我瞄准了打，不过来，来了，来了，接倒了，哎呦！你见过点穴用脚点的吗？霍元甲第8代传人自创点穴。好，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没有意外。比赛结束，哇，直插肋骨，真是快稳准狠。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的第3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啊！白色短裤的是霍小龙，注意看，千万别眨眼。你看我这王强就一个转身后摆，速踢，又是一速踢吗？好，又一个对手折在了霍小龙的点穴腿法之下，而且这场比赛有点太快了啊！这个开局还不到20秒就结束了。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今天的第4个对手，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这个老外他很是大胆，这一次来我们中国呀，就是表明了啊，就是要挑战我们中国武术。原本他的目标啊是挑战武僧一龙，但观众朋友们，我们都清楚啊，有事的时候啊，这个一龙呢不是生病就是头疼屁股疼，没事的时候啊，他叫的谁都昏啊。结果呢，一龙没敢接。所以说他便把目光啊放到了霍元甲的传人霍小龙的身上，毕竟是霍大侠霍元甲的传人，所以说击败霍小龙啊，这个可信度啊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选手，所以呢体重来说都是比较轻的，非常轻巧，应该都比较灵活。霍小龙在征战这个崛起的战绩啊，现在是8战8胜5次 KO 对手，实力非常的强劲。那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呢，今天是首次来到崛起的擂台上啊，也不着急，后闪反击。乌斯曼一出前腿的时候，霍小龙非常快的反应过来就防守反击。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只看到了霍小龙的腿法，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啊，没有想到霍小龙的拳法也不弱，只不过他的腿法太过于突出啊，太过于出色，让我们忽略了他的拳法。好，接腿。当然霍小龙是有一些散打功底在身上的啊，这个接腿涮摔呢，是他比较擅长的。看看小龙是否能在第一回合去 KO 乌斯曼。哇，很重的一个中扫腿啊，憋足了劲儿啊！这个时候漂亮高扫，打到，再次落地。哇，观众朋友们，这真是3拳2腿，让我们恭喜霍小龙又一次拿下了对手。